115路公交车最后经过的几个站点，在所有的公交路线里都是最偏远的。案发车辆在哪？这就是案发车辆。死者上车之后，坐在了倒数第2排左侧靠窗的位置，中间上上下下不少乘客，但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直到车辆开到了公交总站，司机才发现死者坐在车上已经没有了呼吸。小伙子，终点站到了，该下车了啊！小伙子，喝多了。死人了！死人了！死因没有明显的外伤，微微还在做病理分析。周围其他乘客呢？监控里的乘客都已经排查过了，没有什么发现。窗户当时是锁上的，这种窗户只能从内部开关。他的目的地是哪儿？这个不知道哎。喂，出来了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尸检报告出来了，我们先回局里吧。走啊。我们坐公交车回去。好啊。我跟你说，像你这种皮肤啊，就是油性皮肤，必须要早晚都用洗面奶，最好1周能用2次磨砂膏，但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注意。嘿，你干嘛呢？危险！木木，你有安全意识啊！松手。那你别再出去了啊！今天下午，周小飞承认了学术造假，骗取国家科学基金资金拨款共计870万余元。至于周小飞本人也因病住院，具体情况警方尚在调查当中。死者男性，无明显疾病特征，死亡时间在昨晚23点左右。根据尸斑的分布位置判断，公交车为第一案发现场，没有被移动过。死因呢？表面上看是心脏性猝死，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很小的新鲜针孔，不注意的话很难被发现。针孔？我记得勘查资料记录，现场没有发现注射器啊。我在血液中检查到了一种合成毒剂，这应该就是致死原因。什么合成毒剂啊？数据库中没有记录，这说明是一种新型的毒剂。虽然我还不清楚它的具体化学式，但它的毒性发挥得极快，可能在几秒钟内导致心脏麻痹，迅速致死。还有一点我要做一下强调，这种毒剂只在我第1次抽取的时候存在微量而已，等到我想再次抽取做进一步确认的时候，已经检测不到这个毒剂了。现在距离案发不到18个小时吧？对。由此可见，这种毒剂十分危险，是我疏忽了，应该早做措施保存的。廖思睿出身于西部山区贫困村，从小品学兼优，是从他们那儿走出来的第1个大学生。他性格比较内向，不太爱与人接触，所以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公寓。他生活比较简单，活动范围基本上都在学校附近。毕业以后，他一连换了好几份工作，都干不长，经济上比较拮据，但是没有借过外债，基本上可以排除被债主和仇人追杀的可能。7052块。什么？他1个月的平均生活费。这么高？这很高吗？当然不能跟你们2个比啊！他1个月的生活费是我的2倍啊！而且你们看，
他今年的支出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收入，他这房子一个月至少得2、3千吧。刚毕业不久，又干不长工作，他哪来的那么多钱？也不可能找父母要。他还有其他隐形收入，而且不少。他买了2个2TB 的 U 盘15888，这么贵，他哪来的钱？他买这么大的 U 盘干嘛呀？我们把廖思睿的家搜了一个遍，也没有找到那2个天价 U 盘。不过我把他的电脑主机给带回来了，只要他用过 U 盘，电脑上是一定会有记录的。硬盘被人换过。啊？小张，你把主机搬到痕检那边去做一个采集。好的，组哥。情侣款，看来廖思睿跟周小飞关系不一般啊。我们检查了主机，没有发现其他指纹，可以确定硬盘是廖思睿自己换的。我也检查过，发现这台电脑根本就没有插过2TB 的 U 盘。他会不会用别的电脑呀？那倒不是，这个硬盘的操作记录中断了。昨天凌晨5点02分，操作记录突然间消失了，在上午10点35的时候，又有了操作记录。硬盘被人拔了。很有可能，比如说他换了另一块硬盘，然后用那块硬盘和 U 盘进行了数据交换。打开纵火案的照片，我看。这款主机的硬盘跟廖思睿那台通用吗？这都烧成疙瘩了。这应该是台华硕的主机，硬盘是通用的。你想说2块硬盘对调了？不确定。我要调查周小飞实验室那台。好，我去申请。我去办。根据我多年的经验，这应该是块西部数据蓝盘，近几年才出的。我刚才问过了，周小飞实验室的台式主机没有换过西数硬盘，都是统一的华硕。拉网找，估计廖思睿住宅附近的垃圾箱、废品站里应该有收获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运气不错呀，这就是实验室同款的原装华硕硬盘。这里的好像融了。强酸。那数据还有可能恢复吗？啊，没有别的办法了？你们看，这段监控视频，从这儿一直到这儿，这5分钟是一段镜像视频。你们看，虽然飞蛾的飞行轨迹杂乱无章，但如果把后5分钟倒过来，就变成了前5分钟的画面。
完全看不出被人拼接过的痕迹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视频里，烟雾漫出之前的5分钟被人覆盖了。原来如此，我当时怎么没看出来啊？能恢复吗？明天早上给你。注意看，这是我还原后的画面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就因为我有一款同款的表啊，巧合而已。他死了。套我话而已，至于吗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他怎么死的？为什么会死？不会！他虽然不是你实验室的学生，但你一直在资助他、辅导他，而且你们俩是恋爱关系。所以，当你准备要自导自演一场火灾，以此来销毁学术作假证据的时候，就想到找他帮忙。也有可能整个计划就是他提出的。你别说了！你别再说了，出去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你被骗了。你让他销毁的电脑硬盘并没有被销毁，廖思睿调包了，而且他交给了其他什么人。他从一开始接近你，跟你恋爱，可能一直等的就是这一刻。不会，不可能，不是。你滚出去！我不要听你说。不会。可能对你来说是有点难以接受，但事实就是事实。我来这儿的目的是想问你，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？我凭什么要告诉你？凭什么？难道你不想要个结果吗？他曾经抽过一种烟，味道很怪，每次抽完了，他整个人都不对劲儿。我怀疑是毒品，所以有一次他睡过去的时候，我偷偷抽了他的血进去化验，但结果是阴性的。具体是什么烟，你还有印象吗？
细细的银白色，上面画着一只蓝色的鸟，不是在眼底上，是在眼神，抽几口就燃烧掉了。我可以画给你。真没想到，这个案子跟极乐鸟有关。那现在怎么办，沈队？要交接给上面吗？这样，你们先查着，尽量在1、2天内有个结果。上边我去沟通，缉毒不归我们，但是命案一定要破到。是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出去了。那就该怎么办怎么办呗。极乐鸟给廖思睿了一种奇怪的烟，也许还有钱，用来换取实验室的硬盘。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答案就在这儿。这么多，周小飞记性也太好了吧？但谁知道凶手想要哪个？这取决于他需。只剩下3站了，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如果是晚上的末班车，到了这几站车厢里基本就没有人，而廖思睿又选择了最角落的位置。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他要完成交接。怎么交接呀？薇薇，抱着我，安全。专心开车。哎，你干什么啊？没有没有，你抱紧了，危险。当晚，廖思睿选择这条公交线路交易，是因为他知道这条路很偏僻，晚上9点以后就没有人了。交货的人骑着摩托车，廖思睿打开车窗，把手伸出去进行交易。
可是他没有想到对方这次是来杀他的。就在他们交接货物的同时，对方用带毒液的针头扎了他。哎喂，这手脚也太快了吧！我看看，位置差不多，死者应该就是这么遇袭的。怎么样，成了吗？成了吗？啊！被凶手用注射器刺伤以后，廖思睿就立刻关上车窗，但为时已晚。难怪窗口上只有廖思睿一个人的指纹，因为由始至终凶手根本就没有在现场出现过。再检查一遍监控。由于位置偏远，廖思睿就是在南湾公园到中南建材市场的途中被人袭击的。这2站之间只有一个路口，我们可以调路口的监控录像，还原凶手的行车轨迹。行，我去找彪子。他为什么要买2个2TB的 U 盘？啊？明明一个 U 盘就可以储存所有的数据，他为什么要买2个？廖思睿可能留了一个备份。 29号装。密码。走。查到他。 U 盘被人抢了啊！那个人骑着摩托车从理工大学出来，应该走学院街往东方向。你赶紧给交警打电话协助吧。哦，好，我去找他们。沈队，我来通知一下，极乐鸟的事情我已经跟上级沟通过了。鉴于这个案子已经涉及到了国际层面的犯罪，所以上级的意思是暂时不要打草惊蛇。 所以我们这边也要停止调查，等待进一步的行动指示。不行啊，沈队。服从安排。副教授好。你来干什么？回来这么久了，还没到你学校好好看看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像你一样特别有天分的学生？废话就不用说了。 干嘛总这么紧张？叙叙旧，好好
好说话。我想回到以前，我们继续做兄弟。以前我爸还活着，以前我们还是兄弟。作为弟弟，我真不忍心看你蒙在鼓里的样子。你真心没有一点怀疑我爸为什么对你那么好吗？好好查查，别让我失望。一下子进食太多，胃肠功能会出现障碍，进而引起胃肠疾病，胃炎、胃溃疡、便秘、肠炎、肠癌等等。大量的食物残渣滞留在大肠当中，被细菌分解以后，会产生很多有毒有害的物质。其中被细菌将蛋白质分解之后，会产生一种物质叫做苯酚，这种物质会经肠壁进。您这儿给我案情分析呢。你不要总学那个人说话行不行？你说的我现在都没有食欲吃了。说说吧，穆教授到底怎么惹到你了？不是都排除嫌疑了吗？嗯？行，不说是吧？我走了。哎，别。真费劲，要不算了，你换一个试试。嗯，我看追你那个小帅哥就不错。这怎么要扯上他了？我换个话题不行吗？嗯，咱们换个话题吧，咱们聊胃肠道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吃多了。好巧啊，我们刚刚还说你来着。是吗？你怎么来了？采风。哦，什么工具都没有带吗？我是来找你的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薇薇，哎呀，队里真有事儿，走了。好久不见。哦。上次是我太唐突，对不起啊。我已经忘了。这么大火气呢？到底是生我的气还是生我哥的气啊？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开玩笑，
好，那你先忙，不耽误你了。李延俊确实是银行聘请的设计师，背景没有问题，专业上挺尽责的，会全方面都思考到位，包括面积利用率、通风管道系统、安全系统等等。喂，我晚上想吃大排档，有兴趣吗？好啊，不见不散。Hello， 来了，坐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这边不太好停车，停了半天，让你久等了。女孩嘛，迟到是应该的。哎呦，我们点了这么多菜，怎么样，行吗？都是我爱吃的，你还挺会点。我猜的。我没想到你会喜欢在这种地方吃饭啊！一看你就是在海外待惯了的人。我跟你说啊，就这种地方的东西才最好吃。那也得看到底跟谁一起吃。你在国外就是这么撩妹的，但是这招对我来说不好使。你不吃吗？那我帮你倒杯水吧。好。你手怎么了？被划伤了？你是警察，这点伤看不出来啊？今天和一女孩发生点误会，不小心被抓伤了。哦。那下回可得小心点了。被抓伤还好，要是下次被抓到点别的什么，可就不太好了。你说是吧？不会的。吃个土豆。好。嘛这么看我？我觉得你这个人有很多秘密。那当然。想不想知道？你知道我是警察对吧？这么紧张呢？不是分享秘密呢吗？送礼物给你。这么大反应啊，木匠！我
送人要个小礼物。啊？我跟他开个玩笑。你喜欢他？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你送。人家不用你送。走。千万别把弱点暴露给敌人。今天晚上你怎么会来啊？我问你话呢。摆副臭脸给谁看？我可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好，我知道怎么做了，你放心吧。好久不见，想我了没有 ？M。
这实验室有自己的通风系统，所以这几扇窗户基本就是摆设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没有？火灾破坏了现场，因救火，现场又遭到了2次破坏，无疑加大了我们工作的难度。只能尽可能的提取，然后再逐个做分析。火源在哪儿？电脑主机，我找彪子看过，他说硬盘差不多都已经烧融了，数据无法恢复。那就是奔着电脑主机来的。我想办法查一下电脑里的内容。警官，你让我们进去一下吧，里头有两台设备特别贵。哎，别吵了。怎么回事？警官您好，我叫王明，我是周教授的助手，这些都是他的学生。我们听说实验室发生火灾，想进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抢救出来，而且里头有2台设备特别贵，是进口的。还有数据千万不能有事儿。但是火是从电脑烧起来的，硬盘都烧融了。哎，小姑娘，你别哭啊！那数据没了还能再做吗？你懂什么？你知道我们这个项目做起来有多难吗？什么项目？有机化学。算了，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。警官，不好意思啊，他今年马上就要博士毕业了，发生这样的事，难免情绪有点激动。啊，理解。但是事情已经出了，想办法解决吧。啊，倩倩，要不然咱们先去医院看一下周老师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吧。我们可以一起去吗？你先。秦先生，银行那边事儿我已经听说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秦先生身体不舒服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这孩子，大夫说了，不是什么大毛病，小手术，做完就好了。爸，电梯来了。哎，来家吃饭啊。周老师，你怎么不好好休息啊？我就是想趁着现在自己还记得，能抢救多少是多少，赶紧把它记下来。医生也不让我出院，这样，我一会儿详细的跟你们说一下。你们回去之后找院领导再开一间实验室，务必要把这些实验重新启动起来。知道吗？你说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？这没日没夜的辛苦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要完成了，最后关头出这么一档子事儿。我太对不住你们了，这次损失实在是太大，有可能还会影响到你们的毕业和考核。不过放心，我已经发了邮件，会尽量向院领导申请。不让你们再受损失。老师，你别这样说，人没事就好。老师，正好一位政法大学的穆教授和2位警官也想来看你一下。好。赵老师，您好，您身体怎么样？方便我们问几个问题吗？可以。您想问点什么？你们这个项目大约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大概3年前吧。什么时候能结束？我们的数据都已经弄完了，就差最后的汇总。本来这周就能结束的，没想到出这事儿。我们这个实验做了3年了，可是偏偏在最后一周这样，太巧合了。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怀疑的对象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人
应该很了解这个项目。不可能，我们这个项目事关重大，除了实验室这几个人能接触到，我们对外绝对是严格保密。实验室就是我的家，我除了带学生做实验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得罪了谁。我都问完了。那您好好休息，如果想起什么，请跟我们联系。穆教授，谭警官。怎么了，同学？其实曾经有一个人跟周老师结过仇。谁啊？沈东云。他也是研究院的教授，他带的小组和我们组是竞争关系。这能说明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有一天我来的比较早，我路过沈教授的办公室，我听见他在打电话，我发现他在举报周老师。他说周老师乱搞男女关系，还要求院方取消对周老师的评奖。那这个沈东云是怎么了解周老师的私生活的呢？他就是在栽赃陷害。周老师今年35岁，他没有谈过恋爱，也没结过婚，他怎么可能乱搞男女关系呢？他的生活只有实验室和他的学生们。我们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我们都看在眼里的。一定是这个沈东云，一定是他搞的鬼。而且他的实验室就在我们隔壁呀。谢谢你提供的这个消息，我们会去核实的。
如果说凶手作案之后从这扇门逃走，那门口监控就拍不到了。谁在那儿？你们谁呀？干什么的？请问你是沈教授吗？我是啊。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解释什么呀？你们以为我愿意在他隔壁啊？我已经跟院里说了很多次了，就是不肯给我换个工作环境。这幢实验楼是幢老楼了，之前是一间很大的实验室，用门隔成里外2间的，所里面又抠门的不得了，用板材隔成2间，那肯定隔音很差了。而且这个女的每天从早到晚吵吵闹闹的，我已经投诉很多次了。你们要不信，去院里问好了。这种板材是聚酯纤维板，在125到4000赫兹内的吸音系数是0.2到0.98，正常情况下你根本听不到隔壁的声音，除非有意从门缝里偷听。啊，是啊，我是听了，怎么这也犯法吗？但故意伤害和恶意纵火，可就算犯法了。请问昨天晚上您在哪儿，在干嘛？不好意思，从上周开始我身体就不适，一直在家养病，直到今天我才来了实验室。那请您不要擅自离开本市，配合我们调查你的不在场证明。好，我等着。他不在。左哥啊，你跟木木难道就没有一点可以回旋的余地了吗？别跟我提了。哟，这小脾气。你听我一句，木木没有告诉你，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。他那脾气，你比我清楚呀。我不清楚。案子怎么样了？有个叫沈东云的怀疑对象，这是案发当日他们家门口的监控录像。监控显示，他回了家之后，确实就再也没有离开过，所以不太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。但是我再看看吧，怕有什么破绽呢。嗯，倒回去。停。这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？王明同学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查了一下你的银行卡，钱又该到账了吧？能解释一下吗？沈东云为什么会固定给你打钱呀？手机。删了，动作挺快啊。不过没关系，银行的流水你可是删不了的。还有问题吗？周小飞的助手已经都说了，你买通了他，让他做你的眼线，替你监视周小飞的项目进展，还拷贝盗取了实验室所有的数据和资料。
沈先生，请您严肃一点。好笑吗？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。即使 U 盘在手，你们这些外行也看不明白。还是让我这个真正的专家来告诉你们真相吧。其实呢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最想一把火毁掉实验数据的是他自己。这是沈东云的标注。根据他的说法，案发前一天，他拿到即将汇总的数据之后，就发现周小飞的项目根本就是一场套取项目资金的学术骗局。我已经拷贝了一份到研究所，如果鉴定出来的结果确实是数据造假，那也就意味着这3年的时间里，这些学生全都白忙了。直接去找周小飞。你看得懂吗？当然。当然。门口的监控没有拍到任何人，不是因为凶手会隐身，而是因为所谓的凶手根本就不存在，对吧？这个项目一旦结束，所有的数据都会曝光，到时候我就会审判你。没想到，我费尽心思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你的那些学生们的前途，你考虑过吗？他们不值钱，负责这个项目的只有我一个人。我要是对不起，也只有对不起他们。他们每天没日没夜的，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一些无用功。周教授，你错了，而且错得很离谱。人不应该随意践踏自己所钟爱的事物。既然你已经花了时间
公布了数据鉴定结果，确实是假的。周教授这回是真完。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负责。某些人先对自己负责任，再来说教别人。你在这儿啊？找你半天了。你破案啦？没有，那没你们的陪伴，我哪破得那么快？那你干嘛？我拿死者资料，顺便给你们过过眼。你们帮我看看啊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发现？啊？这个死者也是学化学的，而且他的大学就在研究所隔壁。这么巧？